等一下。好，来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哦，期待了好几天。来，你们敲碗，一直在问的很多的问题。来，讲，我们请修哥来回答大家，好不好？好，各式各样的问题没关系，来，大家都来问吼。那我现在先问，就是最近好几天闹了好几天的，就是高雄到底怎么了？高雄党部到底怎么了？好像说很多比如说像庄宜亮啊、许尚贤在地耕耘很久，为什么没有提名他们？然后真的是卡吗？真的有黑箱吗？来，我们请修哥。好，谢谢路边哈，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我想几件事情啊，大概台湾民众党的公职人员提名条例是2025年8月10号在第3届第2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那他其实开宗明义把党内规范的公职人员分为6类，总共6类。好，1到4类就从总统、副总统啦、区域立委、政党比例代表的就不分区，到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第4类到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前4类，提名作业都在中央党部，第5类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第6类直辖市原住民区长、直辖市原住民区民代表。好，就是说地方党部是第5类，那第6类我们授权给主席，就是有关原民区，有的是可以直接进予提名或征召。好，所以刚刚路边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黑箱，好，然后这个一直卡这个谁选谁不选。那事实上那个机制其实很清晰，好，就是说台湾民众党。截至这一刻，我跟路边坐在这里为止，我们在全国总共目前已经提名49位县市议员的参选人士，49位了，已经49位了，所以还在陆续还在谈嘛，对不对？对，那它的机制很简单，就是说譬如说周瑜修有意参选，那他透过这个市党部、地方党部评估之后，那就送选举会讨论。对，好，那前提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每个选区。因为台湾民众党是中小型政党，我们不像民进党全面开放登记，没有，因为每个政党的属性不一样。好，那我们针对每个区，那地方党部会去做评估。对，好，这个部分是要开放登记吗？好，然后那开放登记，你就要回到选举会的规范，对，就是条例是母法，那子法就是因应而生的2026公职人员提名选举办法里面的规定。对，那它就必须有评鉴。好。评选完之后有分数，然后有竞争的时候初选，对，好，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例外条款，譬如说，公职人员提名条例有第7条，有授权选举会做征召，这个大概有时间可以来聊征召一部分。所以直接回答路边的问题，是，我们的高雄市党部很辛苦，好，在第一线其实方方面面，刘家长主委带的团队，好，那大家都很努力认真，好，所以并没有所谓给谁选给谁不选。的这件事情，一定都是要经过审核啦，都要经过中央的评估啦。那基本上选举是以胜选为考量，然后再加上我们提名的候选人必须跟党的基本价值是相关的，好是有相符合的。收音不好吗？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还是我要拿前面一点？还是我要拿的？对，这样子声音可以吗？我先问一下。安内在呗，安内在呗。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哈。好。对，太小，还太小。还是太小。哦，我已经很尽量，我都加很大声。没有收到吗？应该有吧。应该有吧，我的可以。灯有亮。来，这边先给你们。修哥不行，好，那这样子嘞。对，来，这样应该可以吧？麦克风没收到音，奇怪。有吗？有啊，我有看到有收音呢。OK， 这样子呢？123、134、5、6、7。OK 了哈。好。好 OK 了哈，好来。好，那我继续。好，来继续。所以说提名的候选人，好，那这个也是政党政治基本的 ABC 啦，好，就是要跟党的价值。跟社会怎么期待这个党
要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对，基本上是要能够 match 的啦。还是要 match 对了，对，好所以说这几件事情，综合在一起，对，那它就会循着那个程序往上送。好，那依照这个有竞争的时候就是初选嘛，对，用民调的方式做这个全民调做初选。是，好，那至于征召的部分，基本上在条例的第7条，它有授权选举决策委员会，可以依照，比如说艰困选区，或者是新的选区，对，或者说特殊形势之考量，授权选举决策委员会做征召。好，那我今天也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那事实上，依照条例设的选举决策委员会，对于征召其实是还蛮慎重。所以，我们对于征召哈，它总共有5个原则。这个在2026年的4月7号的选举决策委员会上，有通过了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其实很清楚明显的授权选举决策委员会说，在几个情形下，你可以做征召。好，这个选区有登记有公告登记，但因故未完成提名。好，比如说没人来登记，是讲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这个候选人本身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必须有一些争议，必须要被解决。那这个时候选举结果就会把选区收回去了。他可能就是会采征召的方式，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物理限制，譬如说这个选区只有4席，含4席以下，对，那这个部分得征召。我现在不谈人谁可以被征召，不是路边可以被征召或我可以被征召，不是，是说这个选区，它如果是4席以下，含4席就拍算了，就拍算，你有来拜托人去算啊，对，这个可以征召，然后再来，艰困的定义就是说，如果这个选区，因为我们2024年的政党得票率是22.07%，好，22.0，其实也算不错，对，但是全国有不少选区，尤其是南部啊，对，如果这个选区，政党的得票率是低于22.07%的，对，这个得征召。虽然席次看起来很多，但是一个政党得票率就低于全国，就是一个艰困选区啊。简单来讲就是艰困选区啦。我若无去唔对，红山其实嘛是啊，它也低于22.07%啊。它也是一个很艰困的选区，对，它也是艰困选区，其实没有那么好选呐。我讲，你有冇看到讲席次多？大家兴趣其实没有。其实没有，那对很多地方其实票都饱和了，你知道吗？票都饱和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低于平均的是一个嘛。对。再来一个是说，但是我们不是只有防守的条款。如果有选区，它的得票率是高于全国平均，而且应选席次较上一届增加的，那这个授权选举决策委员会可以视情形征召。可以视情形征召。就是说，刚刚讲的是比较低的，现在是你本来你的得票率就比22.07%高，而且席次又增加，所以这个当然应该战略上要进一步啊。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或新增的选区，像全国各地有很多原住民选区是新增，譬如多1席，你知道有些县市是只有平地原住民，没有山地原住民的议员席次，那这一次有增加的。对。好，那当然第5条就是授权选举委员会因应特殊的时事考量，得视那个选区的情形，大家用共识决的方式决定征召。好，我就把它讲完了。OK。好，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没有项算，没有项算，都是要经过评估的啦。要经过评估的哈，因为你不是你想选就能选啊。因为你不评估，其实我坦白讲，2022年台湾民众党总共全国提名84位候选人，就只上14位，很惨所以这个情形，我已经公开讲过，这不应该在2026再发生。是。好，因为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是审慎评估，然后精兵政策，对，然后获取最大的席次，然后希望在几个主要县市能够努力的有党团，对，那大概这样子，对，大概议员的部分就是这样，对，所以徐善贤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我这几天其实受到好多人来问我，你知道吗？
说，上贤好像其实他已经海选过，然后他也送过资料什么的，好像被卡住了。没有，阿贤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没有，这个我要特别讲哦。高雄市党部很认真，他们四处的这个找寻人才的过程当中，是对我们也有刚刚讲，前4类提名权都在中央，对，全都所以在中央。才会有选举决策委员会，才会有地方评鉴小组。对，那地方党部，接下来我们就领军，有想方设法去探寻、去拜托。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高雄市党部有办海选的活动，对，好，然后呢，好像去年，对，邀大家一起来对，商量。哎，这个是正式提这个中央前的各地方党部会先做的会事情先做的前置啊，每个地方党部长得不太一样，好，就是说每个地方党部的方式也许不尽然完全对相同。会一样。好，有的主委像其实嘉龙也是的，也是规律开杠嘛。对啊，那我们很多地方县党部的主委其实也一样。好，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早就报名，然后不让大家这个选举的这件事情。好，那这个都有所本，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把条例跟后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办法，其实不是只有我手上有啊。你现在上台湾民众党的官网，他还被我们的中央委员要求要置顶，就是要很容易就找得到办法，要不然再怎么不容易，你从文件专区里面找，黑啊几滴没盖起来，好，那个立法历程都在，好，所以说我要再度讲，好，没有这个会使，那个袂使的这种，好啊，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就是说，当我们要面临，比如说我要征召，我要开选区的时候，我当然会针对候选人每位候选人的状况要评估，这也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好。这个一定要评估啦，一定要评估啦。那我也讲，以前柯 P 长讲说，领先是安尼，这时候讲的就不一定是政治，就是说每个人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对。好，然后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那可以寻找自己的高峰经验，成就自己，这个都是好事。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有意参选的同志都一样，就是每个人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对。好，然后这个。因为你选了这条路，你就不晓得另外一条路会发生什么事，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对，会不会有这个脚下的玫瑰或天边的彩虹？不一定嘛。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讲对选举会来讲，对东博来讲，我要上出去进前，我还想足久的呢。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对啊，因为咱讲上，我们要审，咱审安尼打击你嘛。对。这像提名那样呢。好，所以我要老实讲，就是说，我们当然会有评估。好，那一定会评估。对，一定会评估。那评估之后，一定会有一些考量。对。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的问题到底是？没有我讲嘛，其实对任何人都一样，就是说，对有志参选的，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台湾民众党，就是说任何的人都一样。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要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对自己要合理的期待。这话不是我讲，你去看柯玉露。柯 P 其实很早以前就讲过，说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对。他以前常举例嘛，这要先跟大家闲聊。艺学院毕业，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人有2条路，一条是你若要赚就这级，在那个年代，那你就要去当开业医，开业医就是去开诊所啊什么。对。但是你如果要著作等身，那你要在医学上有重大的突破，要有很好的很多质量都很好的这个 paper， 那你就乖乖留在台大医院，做学术研究。但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你既要做学术研究，然后又可以赚很多钱，那大概很困难。所以我要讲什么，就是说，每个人想参选都是好事，对。但是要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然后还有一个，我老实讲，是对不起，世界不会跟着你转。你在跟某人讲吗？好，我要这样讲。然后这个我也自己曾经检讨，我也在公开节目上讲过。当然有主持人问我说，那民众党面临逆风，那民众党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只有几个字，就是掂自己的斤两。对。我讲我家己去想，我提名较济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闪失？对。我不希望变成你去看我们2022年提名84位，上14位，你知道有多少遗珠之憾是落选1、落选2？我相信一定很多。
我有时候想说，迄若是我就感觉讲，我若卖提名较侪人，然后把有限的资源做最后的集中。是不是我们对，就这个多一点人上，我不要讲说钱啦，最起码，因为你讲好以2026来讲啊，对，都刚刚那黄国昌嘛一个尔，柯文哲嘛一个尔，嘿啊，大家比较受欢迎的这几个，高虹安嘛把他一个尔，那我们精兵政策，那这些大家要跑来跑去的时候，就自然有多一点的机会。对，好，譬如说假设如果路边有选。无伊来红山无啦加来这么抓，到最后就差那么500票、1000票，小两届都过啊。我们台湾话讲说两届都过的时阵，就有机会这样做嘛。好，所以我觉得原则上，他们讲我也不怕被骂了，就是我讲我自己讲电电这个金奖，结果我被骂翻了，但是我还是不会后悔讲这句话，因为本来记者厨房就不会怕这个了，但我有责任。把2026的选举，我已经公开讲过很多次。如果还是这个2022那个成绩，我在这里再讲一次，我都不用人家赶我下来，当天选举结束我就自己打包走了。所以压力都很大，应该说大家都要挑最适合的人选，所以中央跟党部就不管怎么样都会审慎评估啦。对啊，因为本来审慎评估一定评估本来就必要啦，本来就必要。所以你们也不希望是提的人是会有问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然你提名要负责任呢？对啊，提名要负责任啊，万不出代志，后面要办。对啊，所以我就说，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对自己有合理的期待。对啊。然后这个那党部的责任就是把关，然后这个一提名我们就不分你我，然后就尽最大的力量。对啦。然后协助大家，大概就这样子。对啊，而且高雄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艰困的选区，我想现在目前好像提名只有那个于凯而已。对，于凯现在应该也是很拼。嘛是爱出拼啊，当然伊有真好诶，大家拢对伊真肯定，但是票还没开出来，唔知，所以要拜托这个高雄的小草们，线上有3名的好朋友或我们自己人，那大家帮忙一下，多帮忙这样，对，真的，对。然后今天党部好像高雄党部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换人。你说执行长不会？对啊，今天还有人在群组里面说是我害的，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倒霉，我不认识他，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说是我把他撸掉的，真的不是我。我跟你讲，这个阶段性的任务，我就公开在这里谢谢施奕选执行长。是。那也任劳任怨。也有很好的成绩，是那基于选战的节奏的考量，那所以我们适度的做人事的调整，那这件事情跟路边无关啊，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好拜托，因为别去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也不会因为是这个因素啦，所以我们对于执行长，就是说这个中央的派任，的东北派任，其实事实上，是阶段性的这个考量，因为应该说要准备整队要打选战了啦，所以会有一些考量吧。对，不，本来就是过程当中就是边走边整队。对啊，本来就是整队啦。奕璇也是我们党部很资深的同仁，在这边谢谢他。对啊。那我们期待这个新接任的李嘉玲执行长，他曾经为党在高雄拼战过2次。那能够他以大家跟大家熟悉跟娴熟的这个程度，能够把它衔接得很好，全力协助刘佳龙主委。对啊，因为大家就是针对大家准备好打仗的意思的概念啊。对，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我，我承受好多刀，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吗？好，来，还有继续，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还没有开提名，是因为都还在评估，对不对？比如说像凤山，很多人都在问凤山啊，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其实凤山是这样的凤山符合那5个原则里面的征召的原则，所以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那不是问高雄，那我还是必须公开讲说，凤山是一个得征召的选区。凤山是一个得征召的选区，是一个得征召的选区。是。那这个得征召爱无后的人，那我们这个地方党部这边跟大家就是商量完之后送
送选举决策委员会，大家就会考虑针对这个选区是不是要征召，因为得征召嘛那个我刚刚讲的征召5原则，它适用。那适用之后也要看这个市长部这边提的人选，对，是不是符合这个我们未来选举的这个期待，大概就是会做这2件事情。所以现在都还在很多人选都还在评估当中嘛。也人选评估当然是有啦，对，好，当然是有。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们主义的人选是其中之一能够点头这样那当然还是有一定难度啦因为要拜托人选不太容易啦，大概是这样。对，现在毕竟是个艰困选区，其实大家的压力其实都很大。对，我们要给明修哥打个气。我其实看到你，其实最近一直都被骂，好像连北部的事情还有什么保真的啦，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问问题请自己提问，斗内提问的话，我就会看到了，好不好？这样有没有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吗？这样有没有好一点？这样应该好一点。好。拍的，因为我声音比较沙哑。我今天早上起床是5点半，对。应该跑1天吧？一天，我第一个工作是7点在那个台北的 Pub Radio， 就是波基黄阳明的直播，对，到现在你看还在这里，还在这边，已经到高雄来了。好，工作时间超过，可能每天都超过12个小时哦。有，而且我2、5早上这个科比留下来的习惯，7点半我就必须到党团，到立法院党团，我们有晨会，对，我必须练习。我感觉今天还有去彰化。彰化，没有，我是明天还要回头，还要到台中，还要到新竹，对。哦。没啊，这对我就是工作嘛。就是工作啦。对，就是把它做好。对啊，尤其是要开始准备打仗了。是啊。对啊。所以说然后其他地方好像，对，我最近听到有人说退党潮，真的有退党潮？没有啊。真的没有。没有，而且入党人数还增加。真的假的？增加。入党人数是增加的。增加。是哦。对啊，它的幅度其实我们在看是看得出来，还有常态性的增加，那会因为特定的事件增加。譬如说这个科比被逮进去中间一度出来，拜托大家不要退党然后入党人数就会增加，就冲上去是不是？对，就会冲上去。对，所以我觉得没有退党潮了。没有退党潮。没有。对。现在很多人都好像期待说，好像那个民众党好像快泡沫什么。我其实现在的舆论上一直有人在讲这样子的话，因为最近党内纷争很多，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想要操作一种退党潮的那种风向。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还好的。其实从整个党部的运作，跟我们在议题跟民进党近身肉搏的过程当中，是。我可以很负责任讲，其实也许民进党的眼中钉如果有排1号跟2号的话，第1号眼中钉应该是台湾民众党，这个这一步就赢中国国民党，拍谁国民党？为什么其实你从最近的这几件事情，我讲最近这2件事情，我说3班互并比就好了。那个你看邱慧茹委员蹲在那边哭那个。你看，第一时间民进党这个非常的无耻跟不要脸就是用这个，其实他们根本没版本我借这个路边这么广大的这个，对，这个一定要讲，这个一定要讲，这个一定要讲。我跟你讲3班互并比是总统大选的时候，赖清德说今年一定要执行，一定要入法。对啊，当初不是有承诺吗？对，结果各位知道吗？民主进步党没有版本。没有版本。我看网络上有看到他们有一个版本，他后来是现场提的再修正动议，可是那个却是一个最烂的版本。为什么最烂？他根本没有把3班互并比的精神迁入到这个法条；2没有法则。他们简单讲，不然你是在立法，你读到一坑呀。在检讨，对不对？不然他的鼓励性质嘛，你有做会使不做不要紧，你有没有法则？这第一个。对。第二个。后来通过的版本是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的底线。对。那至于中间重点不是那1/3的咨询委员或1/2，因为护理师工会也很有骨气说，你如果要把1/2，民众党最好的版本改成1/3，那干脆都不要，我不要去推你背书嘛。
所以尾仔通过的版本也是拿台湾民众党版本去改的。对，好，那一天到晚只会造谣的吴思瑶、王一川，你看第一时间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我说如果眼中钉1号、2号，台湾民众党应该是民进党眼中钉1号。好，第二个，你看这个军购，对，最后在台湾民众党跟中国国民党联手之下，他通过了一个既兼顾到保家卫国，然后台美的军工产业，我们也支持，不要再讲我们是共产党，好，请听。我们有支持在地企业哦。对啊，讲我们是共产党，你全家才是共产党。我的意思是讲，迄600亿其实就放入年度的公务预算，去逐年编列，其实就可以了。对啊。讲这个话的不是我，也不是只有台湾民众党，请你们去听听退辅会的前主委，民进党新潮流要角李文忠，李委员，连文中都觉得说，那有必要收尾物件拢落地特别预算。对啊。你有的应该要回复到接受国会的监督，放在一般的公务预算就可以了。对。所以坦白讲，如果这7800亿就第一批发酵出来，第二批发酵出来，经过专案报告之后编预算，再加上要求行政部门，你说台美产业有600亿，其实加起来整个军购的规模已经到8400亿了。其实很高了呢。对，然后真的很高了。我再讲，国昌老师也讲过了，这里面要发展产业当然很好，但是有没有奇奇怪怪特定的厂商？真的做出来的。上个8年吃太阳能板，下个8年只准备吃军购。那我已经讲过很多次，那有人较搞，对不对？对。爱上外太空，爱台地工，然后爱电火、电锅、电冰修档会晓的，对不对？这个跟超市鸡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跟文具店去进快筛剂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捞过一个又一个啊！你看，我们从鸡蛋、快筛、口罩，然后到光电、风电，然后现在最新的变成是国防。对啊，所以你看国民党的马文君委员不讲嘛，他赫然发现做追点呢，就只拿到一张炸药的输出许可，他竟然可以进这种高能炸药进来台湾。这个是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对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把关？不是我们不爱国，对，在国家兴亡这件事情面前，我相信包含我们、包含中国国民党或包含民主进党都没有人不爱国啦，只是不要以爱国之名，然后去起立自己绿油油的枪伤。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国，大家都很爱台湾，我们也很希望台湾的国防武器变得很强。对，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武器我们自己制造，但问题是你要给真的有能力的人制造，而不是说我随便一家厂商挂个名字，文具店可以做吗？不可能啊！对啊，所以我就讲嘛，路边讲到这个就是要茶叶店啊。对啊。好，难道还要继续这样吗？台湾现在经济其实你说真的很好，我们只有股票非常高之外，其实其他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大家心里有数啊。我们现在物价很高，房价也很高。是啊，最近就常常看到，已经开始有一些财经专家讲说，股票可以再管，就恐怖了。那是不是常态？对啊。那会不会往下跌这样？对啊，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蓝白每次在立法院都一直被人家骂说是卖台或什么，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我们都是在捍卫老百姓的纳税钱，我们都在守护老百姓的荷包。但是没办法，你有时候你砍掉某一些预算，你就会被人家骂说，你是不是卖台？有没有通共这样子？听了真的是很难过。其实跟路边分享，是，也就是说，民进党一方面骂我们这个中共同路人。这个核管法通过也说我们是被共产党影响，对啊，欢迎大行小妹冤家啊，冤家无来的讲你共产党。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台湾爆发最严重的共谍，一直不断的被抓到共谍，其实是民进党。对啊，其实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这一连串的共谍案很多。那有的我们讲有嘴讲啊无嘛，就是说，你看国安会秘书长的重要幕僚是共谍，对啊，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副秘的助理是共谍，对。可是各位不觉得很奇怪吗？奇怪，你都马问共产党，结果你身边的机要，在你们那边。对，那出了事，其实吴钊燮到现在还有坐在那个位置上，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他不用下来，我不晓得为什么。好，那对啊，
何志伟副秘也还在位置上啊。好，所以不了了之对，啊。就一个国安会秘书长，一个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机要的助理是共谍啊，可是回头指责我们是共谍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为什么讲说我们这么大力道的批判会变成民进党的眼中钉，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挡到人家的利益。对啊，然后也损及他们自尊心。不止自尊心，是政权统治的基础。哦。你说在立法院推弹劾案，也是他们民众党。当然，这1-2年以来，我们在议题的合作上跟中国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对啊。好，那大家一起努力的往前进。对，大概就这样。有时候这个状况就是有时候你不拿白盒，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局面就是这个样子。很多议题上面要合作。基本上合作上是大的原则上，那其实我们当然是2个不一样的政党，但是在议题上可以合作的就一起合作。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刚有人在问彰化。彰化。对啊。真的要选吗？不然今天我的老同事碧如姐，她是昨天下午到了彰化县党部，那也递了表达参选的意愿。好，那所以针对这一题，早上黄国昌主席受访的时候呢，他也要求我就是请这个彰化县党部主委文忠义文主委，好，那么即刻就要展开评估。就是开始评估。对，所以我知道的是今天晚上8点，这个温主委跟蔡壁如委员也约在彰化县党部，也开始聊，开始讨论。对，那今天中午，因为蔡壁如委员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了，所以他也来开会的时候，他也提早到，好，那么也再一次的这个表达了参选的意愿，因为都是老同事了，所以我也特别下楼去等他。好，那我们有初步交换的意见。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时间由李泽华这个副秘兼主发会主委，也把国民党的基本态度也讲了。当然，就国民党来讲，他们认为这不是原本谈的那几个县市，对，是原本真的没有，是没有。忽然间冒出来，没有，是没有彰化县。对。好，但是我们也多次的公开讲，因为这个国民党的提名是他党事务，我们不会过度的去干涉。但是我们也是期待能够推最强的候选人。是。这个我今天公开讲过，就是要确保把彰化县这一席守下来，好，延续这个彰化县王县长8年的这个优质的执政。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是。各位可能知道，就是说彰化县是全国6都之外的第一大县市，破100万的人口，然后是工商大县，它有很多传产、轮胎啊、水五金啊，这些这个园艺剪刀工具这些很多的传产都在彰化县。对，所以彰化县不言而喻了，就是以整个，当然过往选举看，它有所谓的摇摆州，就是当它建摇，当它建摇。对，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想说，要想办法，这个把它守住，然后延续这个王县长好的执政，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一起加油。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在那边，已经好像也吵很久，都推不出人，好。他们就今天就征召那个魏平正律师。对啊。就现在，对。就只能说2党继续加油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大家一起沟通协调。对啊，这就是一个过程，动态不断的往前进的过程。真的，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好，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因为修哥应该很累了，对不对？还好，真的哦。不过我要谢谢路边啦，我觉得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对。那我常讲说，科比常讲的，我们有不一样的过去，但是这个也许现在也不长得完全一样，但是要不要有共同的未来，这个是常常这个科比常跟我们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意见可能不尽然会完全一样，因为我常常讲这个世界上找不到2个一模一样的人，就算是双胞胎也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千言万语，谢谢大家。
好啊，我们一定会扛住撑住，啊，这个难免啦，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对啊。那对我而言就是，咱若有情安尼讲，咱就改，啊若无咱就继续昂首阔步往前进。真的。但是我也跟各位保证，一定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期待。当然啦，很多事情都这样子。对啊，但是我们就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好啦，尽力而为，好不好？好。OK，好，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拜拜。